开始吧。嗯然后然后今天其实主要是想跟你聊三个话题，然后这三个话题，我觉得其实跟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跟我们自己，其实都是还蛮相关的。第一个话嗯题是跟求学相关的，就是嗯你当时那个本科是那个华中科技大学的能源专业嘛，然后你硕嗯士是在那个浙江大学那个计算机专业嘛，然后嗯还是想跟你聊一下，就是其实跨专业也没有那么容易，然后计算机又本来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我还是蛮想知道一下细节是什么样子。然后第二个话嗯题的话是那个职业发展，然后你现在嗯是在长沙嘛，对吧？长嗯沙不算一个特别典型的那个可能做计算机的同学会去的城市，对吧？然嗯后你现在在那个领域也是那个金融领域，然后我们就不提你具体的是哪个单位了，然后就简单的就对吧？就是广泛的聊一下这个在金融领域工作是什么感觉。然后第三个可以问题的话，其实就是感情问题，因为嗯我知道你当时其实选长沙一部分的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另一半的原因，所以做这个选嗯择。然嗯后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也许将来我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特别想聊一下，就是你当时做这个决策整个一个心理路程是什么样子的？对，大概是这样子，OK 吗？可以没问题。然行，后你说，咱们一个一个话题的讨论。我昨对对。天大概理了一下。行。就首先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从跨专业是怎么实现跨专业考研的。那么我想从就是首先我觉得我可能要下一个就是我认为一句话概之的话，这个事情没那么难。啊，这个事情不那么难。然后我就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痛苦，就是还比较的流畅。那么，起因是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然后进校的时候加了那个，好像是大二的时候还是大一的时候加了那个点团队，然后就觉得我们就是那个时计算 候认识的呀，然后就觉大一，得计算机大一。还挺厉害的。其实这个厉害就是出现在我过去人生中，就是这厉害这两个词出现在我过去人生中很多的时间里面。我认为就是目前我对这个厉害的认知，就是我心里面觉得一个事情怎么厉害，可能它还是因为热门，或者说它需要动脑子，或者说它比较复杂，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就是我可能觉得，哎，这事儿挺厉害，要不咱们去看看？譬如说什么一些先进的技术，可能看两眼，然后就那样了。反正当时对计算机也是那种想法。然后这是我接触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专业的事情。那么我本专业就是我们能源专业，确实在华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专业。但是它那个专业它也分方向。咱们那个我们那个华科能源最强的好像是煤燃烧领域，当时是有一个大教授叫罗小兵，他有一个自己的很厉害的实验室，主攻煤燃烧。我就觉得不太适合我，不太感兴趣。其他的清洁能源这些就接触没那么多，当时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能源这一块儿那个老师很厉害。当然也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可能我确实这块儿调研的不够。然后完了就觉得计算机工资挺高的，好像那个时候计算机就已经呃年薪40万。我有其实应该点模比现在糊的是。高，因为现在其实已经这个行业不如10年之前那个辉煌，肯定不如。是的。对，是的，对。然后我真的好像也就不是很复杂的理由，就一想，哎，我昨天想了一下，大概就这些理由。哎，啊那我想知道，比如说你读能源专业，是你在填志愿的时候，我们可以填一个学校可以填3个志愿嘛？高考的时候，啊，你是能源是你填的第一专业，还是你后来调剂到能源啊？好像是第一专业，因为我好像当时学校好像就选的是华科，因为我那个分数，它是一个中等偏上，但是我那个分数在我那个班就有十几个人有同一个那个分数，就是那个分数可能也比较尴尬吧。然后完了就是择校的时候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然后完了，能源是华科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就当时选了几个，好像
呃，他是这样，他华科他那个学校有那个有卓越班的，好像就是几个我知道学员啊。然后我当时文组就选对吧？卓越班，然后因为那分儿就是能选，我就选。然后完了好像计算机也有，当时可能没想那记住了。么多啊。然后完了记住了就还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点想。就是一直想去环境方面，就是保护环境啥的，就是内心有这么一个纯洁的现在还想法。有吗？现在还有吗？现在现在不太有了。个人生活事务上没那么环保，但是可能这个意识淡了点儿啊。然后我明白。就觉得能源应该就跟环境息息相关，就当时定这个方向是因为高中的一些想法啊。后来来到大学就有了新的想法。其实我这个选专业这个，其实我想稍微聊一下，就是嗯哼。呃，我在华科先是读软件工程，后来因为加了点团队嘛，然后就进种子班了。嗯。然后你知道吗？我你说。小的时候，我嗯。想以后读大学想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要么是想当一个作家，我要么想当个画家。就如果哦。我们撇开所有什么工资好不好找工作这些东西讲，纯粹讲个人兴趣，我可能想学文学或者想学美术，真的啊？真的。但是我感觉你现在你首先你文学领域也不说研究吧，你也涉猎了一些，然后绘画我也记得你会绘画，所以我觉得也还算保持了这样一份初心，还挺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回到，包括我自己在回想，我回到假设我高三出分的那个暑假再选专业，你现在在选专业的时候，会有别的什么想法吗？就是你回到那个时间节点，你会怎么去选专业？我现在选专业，对。啊。哦，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还是需要一点儿钱啊，所以我可能会选那种还是要有点儿钱的专业，像那种，就是哦，我还就是我穿越回去，然后完了，我带有现在我是了解的这个知识嘛，就是社会的知识。嗯，就都带有吧，带有吧，不带有如果不你就做一样的带有的话，那选择，就好像和原你就做一来一样，对吧？样的选择。对啊。对对对对。呃，那么我可能会选那个，医学方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剧觉得医学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它也是一个值得深耕的领域。就是我觉得一个事儿还是就是它有很多可以扎下去做的那种比较有意思。然后商业的这种营销啊什么的，我不是很想选，我可能会选一个金融方面的比较细分的领域，因为金融它也分很多方面，它不光是商业。我可能会选择这两个领域。然后文学的话，嗯，我会感兴趣，包括我现在，但是我觉得它不适合用来做深入的学习，因为我觉得文学赚钱太难了，总是要昧是是点儿良心。是，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它的那种就是方差太大了。就比如说你啊。要是成为一个，我觉得艺术类啊，这种艺术类都有这个特点，就它不是一个正态分布。它是一啊。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比如说你说的文学，对吧？或者艺术家，或者成为一个歌手，呃，这些东西，如果你成为其中的头部，你能产生的收益是远远一个所谓的优秀的程序员能够达到的。当然，如果他走创业是另外一条路，但是创业核心来讲，它主要的收益不来源于他写的代码，对吧？所以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核心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些跟艺术相关的专业，它嗯。不是个技能，它对它不是说哎我给你去修个车，你就付我100块钱，对吧？我车修的再好，你也不可能给我1000块钱，对不对？对吧？但嗯。是对我嗯。我那比如说选学校这件事情上，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选学校。对。比方说我嗯。自己，假设我回到10年之前，我可能会想说选学校的上，我觉得可能会建议那个时候的我，呃，把学校的排名看得稍微低一点，把学校所在的城市可能会看得更高一点。啊，我听明白了，就是我有一个前辈，他也是这样说，就是觉得城市很重要，因为你见到的人、知道的事情很不一样。啊，对对。你我呢？理解。那比如说你如果回到我10年之前，你会去想在学校上会有变化吗？还是说不会有？
我可能会有变化，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包括初中的时候，很久都没有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我说一下我可能会考虑的因素，就是我高中、初中的时候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奶奶在湖北，然后我就呃，比如说只要有个3天假，我就可以回家，所以我觉得选在华科或者武汉大学还离家近，挺好的。离家近。对，就是可以增强这种亲情的连接。然后如果选北上广深的话，我也有家人在那边，然后家人有一点点分散，不是所有的家人在一个地方，然后也可以就如果考虑当前的综合因素的话，呃，好像有点纠结，可能还看感觉吧，因为我觉得武大也挺好的，也有很多从是武大然后出是去的啊。因为你是是，本硕肯定一般不在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从武大出去去北上广深或者是出国也挺好的，了解。可能不会特别偏好北上广深。了解了解，然后那个你刚好提到了武大了嘛，这个嗯我也好奇，就是我们都是对吧，在湖北长大，然后那个嗯可能我们都会家庭和老师可能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哎，如果你学工科，你就去华嗯科；学嗯文科就去武大。你现在还嗯这么想这个事情吗？就是嗯比如说交大、复旦也是类似的，就好多这种同城双星的这种学校，大家会觉得，哎，你学工科你就去交大，你学文科或者说这种文理这种方向的你就去复旦。你我觉得现在会觉得说，嗯。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肯定不是空穴来风的。然后我觉得我肯定会做实际的调研，因为我这个人做事儿总是想去网上找点蛛丝马迹，然后找到最全面的线索，然后来做判断。有时候也挺累的。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会针对我要选的那个专业去看那个学校的老师，他大概分布水平是什么样子的啊，一定要每个学校都排一遍我才安心。我可能会这样。了解了解，因为那个考虑到，也许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聊天，也许某一天会有那个高中的同学选专业的时候会看到。然后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聊到几点，就首先是选学校，选学嗯校的话，其实站在我们现在视角来看，比较重要的一嗯个是城市，对嗯吧？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它可嗯。能视野越开阔，也许你的学校的综合排名不一定那么高，但也许你的机会可能会多一点，对吧？第二个嗯点的话就是，除了城市的话，可能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学校的氛围，比如它的工科氛围浓一点，还是人文氛围浓一点，对吧？这可能也是啊我们要考虑的。嗯对吧？第三个的是，话，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正常会考虑的，我的分能去哪个学校，真的是，这跟我的钱能买部什么辆车、什么样的车一样，是吧？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但我觉得这三个可能应该是就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你觉得呢？还有什么我漏掉了吗？城市氛围学校好像没有了。我觉得对，你总结的很好，比我想的要更有条主要是理一些。你说的，主要是可能我你说的，可能我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层面，对，啊、有然后有那么一然后刚点儿感觉，其然后，实。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专业的话，其实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薪资，就好不好找工作这个事情，嗯对吧？但是你嗯嗯知道吗？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嗯，对未来的预测，往往是有偏差的。怎么的？就比方说，你说能源这个专业，如果你当时学清洁能源，也许你现在有很多的应用市场。举个例子的话，或者比如说我知道有同学，比如说他做电池方向，现在又嗯嗯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对吧？你看那个嗯，某些公半导司做电体。池的，对吧？涨的那个非常好。就是我觉得根据现在它的就业行情来预测我们将来10年甚至几十年的职业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少有点儿不靠谱。对，就是比方说，我们看人类历史，它嗯的这种发展，或者我们讲物质文明的发展，嗯你会注意到它其实不是一个线性的，它几乎嗯是一个指数的。就比如说我嗯们爷爷奶奶那个年代，好嗯像比方说你学，比如说机械，对吧？嗯或者这种电器这种，你好像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它好像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比较所谓的高回报的。然后到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它的变化就很多了。到我们这一年代，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待了几年，
又混了几年以后，整个大的就业环境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下的就业前景来决定我觉得就有点打问号，我觉得这一点。嗯，我听明白了。就比如说你要选金融，完了你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进入一个金融的全球的低谷期，那咋整？对，就对，或者你刚毕业然后遇上金融危机怎么办？嗯，对，当然我觉得就是结合，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啊，历史啊或者世界的运行规律应该也挺多的，就是它这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这个趋势，虚拟经济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说完全消失，就是金融领域它确实可能是处于一个整体下行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下行你整个职业生涯，你还是可以先沉淀沉淀，或者说先嗯。拐弯抹角的，然后在别的领域，然后和金融相关的先积累一下，就 OK 啊，OK。然后第二个选专业我们可能要考点的话，就是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比如在你这里的话，对，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在选专业这件事情占多大的比重权重？我觉得可50%，能多少？我觉得至少要50%，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当时学能源的时候，我乐乐不分啊，当时学能源的时候，然后完了，一样。就我是大三的时候，就是大三一般是专业课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学那个热力学，当然我也没好好听讲，那个热力学就觉得好没意思。就是我对整个物理这种相关的就不太感冒，我觉得很重要，兴趣相关，兴趣驱使。然后就就算你没钱，你有兴趣，你也活得挺开心的。人还是要活得开心，钱可能还真不是万能的，还是得开心。是，所以第二个点的话，就需要比如说，如果我们对吧，我们自己不会再去做那个选择，但比如说我们将来也许认识，比如说对吧，嗯这种朋友要是面临选专业，可能第二个就是说兴趣。我觉得第三点的话，结合我们刚刚聊的，我觉得选专业重要点其实，呃，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也要看这个整体的学校的氛围，可嗯能是一个方面吧。就比嗯，方说我们刚才提到说哲校，我们看人文氛围，说工科氛围，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它是不是一个很尝试，主流？它还不嗯，一定是强势吧，因为还是那样子。比如说我记得机械光电这个当年是分很高的，对吧？是的，但是现嗯在我很怀疑，我对此非常表示怀疑。我觉得说不定计算机是分最高的，或者比较高的。就是嗯。我觉得就是学校的氛围吧，就它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学校很重视的一个学科。因为你看一个学校，它本身有很多的专业，尤其现在搞综合性大学，对吧？就是我们想做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这个学校它关心的方向？我觉得这嗯。个也许是我们选专业也可能要考虑一个点。我听明白了，就是如果你说要选择城市的话，那么就是对社会对这个学校倾注的资源，然后对。你对于第三个方面你选专业的话，可能就是学校对这个专业倾注的资源。对对嗯，对对我这对，个这个我很有感触，因为我家人他在大学教书，然后他可能他那个专业就是在他进来或者说在他读书的时候还挺火的，然后完了他进来的时候还行，就是这2年就是那个趋势就变得不那么不尽人意了，就是建我如果 筑是吗？对，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有点儿落寞，对。所以就是这个资源肯定倾斜，我认为应该是会变少的。对，对确实，对对，这确实就挺重要的。对对，那我们刚刚提到就这选专业的这3个，一个说就是它的就业市场，对吧？它未来的一个嗯期望的收益。第二的话就是我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或者对这个大的方向，这个学校它有没有一个过去或者未来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的这种行动或者说意愿，我觉得。嗯，我觉得这3点可能是一个3个圆，然后完了交叉这样，然后下面有一个圆的那种感觉。是它可是。能
A 和 B 和 C，A 之间 A 和 B 之间可能都挺厉害的，C 不行，然后这玩意儿很难说呀，你很难算一个分儿什么的，然后做一个加权平是均，我觉得挺难的。是，所以就像我之前跟你聊的，我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用理性解释，对吧？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世界，但是就是有一部分精神的东西，我们很难去说孰优孰劣。最后可能还是要凭点儿感性和冲动，然后对想了对，你就说的没有错。好比我做一个 啊 Excel，把我认识的人都给个权重啊，他身高是多少，我就给他一个比如说几分，他收入多少，我给他一个几分，最后我算，但不一定我的心感受上就对那个得分最高的人就有好感，对吧？我觉得这嗯个对这个话题我们聊的非常多了，主要是因为我考虑到说选专业这个事情，虽然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过去式了，但也许将来有人会会会嗯嗯那个，所以我特地花多的时嗯。间聊。然后就是回到选专业这个事情，就是那其实你相当于在很早，因为我记得你应该是大一加入点团队，但你应该没有待多久你就离开了，我印象中你没有待多久。我好像是，我也忘了我干嘛去了，就有异样我觉得还的记忆。是住的太远了，我觉得还是住的太远了。你住在紫松那边，然后那个我们在东小门那边，我觉得可能挺难的。好像是就是我加了那个小组，然后因为他不是会分配小组嘛，然后嗯，完了就是我们那个小组本身那个组长人很好，就他不会说强制的，让你，你记得你是什么组吗？那个组的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要说出来吗？不，那嗯，那就不说了，那就不说了。行，我记得那这很清楚。这这这，对对，你啊，我说。记得当时我的同伴们是什么样子，然后包括那个组长是什么样子，就是他那个组长很 nice，然后完了呢，他不会说要求你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任务，所以整个我的状态可能本身比较松弛，然后呢我也有点偷懒，然后我大三去考研去了，可能就所以在团队出现的机会不是很多，对，然后了解，给你造成了这种印象。了解，了解。嗯。哎，对，就是考研，就是你是在很早就想说你要跨专业考研吗？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吗？啊，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大二我整个还处于一个犹豫期。我大学4年这个质量不是很高，然后可能是从大三的时候，没有，我觉得没有所谓的质量不高，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整个大学4年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有可能吧，就是人他做的一切的事情构成他的现在，就是应该是大三的时候，然后有了这个想法，然后开始准备的。然后大三下学期那个从大三上，从大三下3月份开始，然后就开始准备啊。你当时有考虑过保研的可能性吗？我当时我在那个卓越班一开始我还挺干活儿的，挺努力的，然后后面就不是那么努力了。我我大概我在保研的最后一年那个线上，然后就是如果你们是去努40%吗？30%、40%吗？我们当时班上有20几个同学，可能是30%吧，可能是40%，可能啊，应该是百分之四十，因为我那个种子班我们是40%，我记得很清楚，我们15个人6个人保研，啊，所以应该一样，他的我那个比例应该一样。然后就是我根本就没在意这个事情，就是关于保研，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就不得用考了呀。哦，保研它，我当时没有了解到因为我认为从我的综合实力，包括我的项目经历来说，我不足以保研到另外一个学院。那么我保研肯定是停留在本学院，然后我认为这个学院可能我继续待下去，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我就整体没有考虑保研这件事情。啊哦，我明白了，就是相当于啊你一开始就是对你来讲，就是读研的时候就是对你来讲，你已经明确要读研是吧？然后嗯而且你嗯明确要读计算机这个专业，或者说这个方向的专业。嗯。所以你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只能考研，因为你不想继续在能源学院读研究生，可以这么理解你当时的一个思路吗？嗯，差不多，对对。了解了解。然后我知道这个保研消息，就因为我不在意，所以我知道这个保研消息也挺晚的。然后当时还觉得，
哎呀，要不不考了，然后要不去拼一下。当然这是就是很短暂的一个想法，其实也就是想说，我其实还是就是比较坚持的，就是要考研，然后考到浙大去，就这样。嗯浙大计算机应该也挺好的，然后那个就应该嗯挺好的吧，没有也，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你们当时那个，比如说录取的这种大概是怎样的一个难度啊？就比如说你考研要多少分，然后你复试要第几名，就是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啊。你不知道吗？它有个分数线吧？嗯，其实你是想问我为什么选择浙大，就是不，大不是我，概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不知，因为我没有考过研，所以我不太清楚考研的流程，所以我就好奇想问一下，比如说，比方嗯，说，假设我去考浙大的计算机系，我要达到多少分我才能录取？他这个分儿，我考的那一年，他的那个，我只能跟你说我了解的情况。我考的那一年是18年，然后其实那个，就是你相当于是一八一八年入学，学年啊，对，一八年入然后学，对对，所以我们是18年的考研。18年考研的话，我当时实际的笔试的划线大概是356还是365，嗯。总分多少分？总分是450分。450分，然后嗯，要考到至少350分才能过他的那个好像是365。嗯，还是356，就是350到360之间。三百，就算360，我看下4832，大概80%这样的一个，就100分的试卷大概要考80分，大概这么个意思。啊，这你屏幕上为啥飘气球啊？我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是这个录屏软件的原因还是电脑的原因，对，它有时候会嗯嗯这样子，就嗯是吧，大概就是100分的试卷你要考80分，这么一嗯个情况。那先说初试吧，就是笔试吧。哎，笔试它是考几门啊？我记得英语、数学、行测是吧？形势政策，然后还有就是2门专业，是这样一个那个吗？我不知道，是这样吗？没事，我可以给你介绍，就是它是考2天，然后呢大概是考研大4门。讲堂是吧？也没有，因为你感兴趣嘛，不是搞得嗯这么正式，就是聊一下。就嗯，是先考政治，咱们这个国家先得思想正确，先考政治，然后完了好像是考英语，然后完了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呃我还真记不清了，反正第一门是政治，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完了就是英语、数学、考研专业课，它所有大类都这么讲，都是这么个分布。第一个我知道它的时间，然后后3个我不记得了。然后有些专业它是考3天，咱们专业考2天。啊。所以就相当于考4门课，嗯，对然后一天考2门，上午一门，下午一门，每门课对对。2小时吗？呃，好像可能都是3小时吧。我印象后3门都是3小时，英语不政治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政治那个题量可能也要3小时。就是哦，大概了，那就跟高考的那感觉很像啊。没错，高考咱们也都是4门儿，对吧？啊，对，对对，四门，高考没政治，高考就是语数外，然后完了加门儿那个。因为我们是理科嘛，对吧？我们是理中嘛，然后那嗯，对。个他那个学文科的同学就是文中嘛，所以他就有政治那个嗯东西。嗯，是。然后，你当时是在学校吗？在华科考我们有考场吗？西12吗？啊，对对，对，我就在西12考的，我不确对，因为我定。印象很深，我记得西12好像每到那啊个季节，每到那个时间点，他就会封楼考啊，试，所以我有点对，印象。是的，可能他还是考虑到学生们的便利，他就在西12对考。对对，然后完了，你刚刚说的那个行测，它一般是，比如说银行招聘，或者说事业单位招聘，或者说你考那什么公务员儿的时候，然后这些它就是跟政府啊、跟事业单位相关，它会有一个行测。现在互联网公司有些互联网公司在笔试阶段，它也会一个小小短短的行测，你有做过吧？我忘了，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吧。它的那个行测，我理解是有点像阅读理解，然嗯后逻辑判断，
类似于这种感觉是吧？就是互联网公司它啊不涉及政治判断，但它可啊，能有一我些基本的懂了，思维啊，就是那样的那图形是形状。什么呢？我觉得好恶心对，呀。是我吗？你们那个考试也有这个东西吗？你是说行测本评测，身有没有啊？就你们有这考些东西。行测有行测，是吧因为我也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也试过一些，然后他会考这些东西，他大概是什么常识，然后完了好像有中文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是阅读理语解？文相关的，然后完了就是数量，还有什么图形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说呢，不好评价。是啊，嗯就是嗯它好像这些东西好像是用在这种标准的 IQ 测试里面的，所以他把它可嗯。能借用过来。OK，了解。那数学就是考微积分、线性代数这些或者离散数学这些吗？好像没什么离散，有微积分，有线性代数，呃，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就 OK 就大学常学的那几门儿 OK 吧。OK，嗯，然后英语呢？英语的话有听力吗？有什么听力吗？听力听力，是吧？啊，嗯，有，好吧，让我想想啊，我忘了，我忘了，但 OK 我记得 OK，有阅读理解，有作文，有选择，那就跟有完了以高考，后，哎，那有点像4六级是吧可能是的吧。可？OK 能我 OK 还有可能有听力，有可能有啊。OK，那专业课呢？专业课是考啥？专业课，好像一般，就是好像408这个数字，它好像是有几所综合高校，研究生高校，它会用408这个来考研。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形成这个四零八的，但是我当时考了四零八，四零八的组成就是计算机网络、数据结构，呃。好像还有一门儿什么，好像有数据库，反正它一共有4门计算机的大课，你可能估计就是你大学大二大三那几门儿分值比较高的课啊。是不是有点像，就有点像个理综卷子，就是把这些揉在一起，出各种问题。对对对，比如对，说问你一个什么某某东西，某个 IP 地址的子网年码是什么，就类似于这种东西，是吗？有这种东西，对对那它有那种，比如说就是编程题吗？因为你有，它会让人写伪代码，是在纸上写伪代码吗？啊，我记得特别深刻，因为我这个专业课不是很好，嗯。对，了解。然后相当于说就是4门，然后就是你大概到比如说大概360分左右，然后才能经过它的校线，是吧？过浙嗯，大的校线，计算机系的对校线。对。然后那他，然后会有复试嘛？复试就是你去浙大去面试嘛？那个面试大概是什么一个感觉？有复试啊，我记得复试好像是有，至少有2个环节，我印象里面，第一个就是去面试，就是那种官方组织，然后第二个就是私下你得去找导师，你得确定你一个导师，然后完了我当时做了几件事情，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你得参加一个官方组织的机试。啊，那个面试我觉得就还行，就问一下你本科准备的项目简历，然后完了用英语面一下，我觉得这种面试可能那个时候对人的要求还不是挺严格。我认为我的项目经历不是很饱满，这还干挺干瘪的，也把我过了。你必须要聊计算机相关的项目经历，还是都可以聊计算机相关的，计算机相关的？OK，啊。之前就我认识一个人，他考金融的，然后他也是那个非金融专业，然后他的简历就是准备的全部关于金融的，他努力掌握的一些项目，就是你得聊你那个专业相关的，你那个意向专业相你得要关啊。表现出我对你们这个专业很有兴趣。你说的对，而且还有一定的实力吧？对，OK OK，嗯，然后我那个当时保研的机试，时候，嗯。你继续吧，你继续。那个机试好像就是3、4道题，大概也不是很难，但是我就可能复习的不是很到位，就这么3个步骤，就让你现场在那儿敲代码什么的。我知道，嗯因为我当时保研的时候，他是有点类似一个面试，然后在一个机试，
嗯然后选嗯导师那个是我保研拿到保研 offer 以后，就是拿到我们班的那个保研名额以后，就直接给导师发邮件的，所以不嗯太有这个过程。就嗯，是对那个比较早了，我记得是3月份吧，哦，那你甚至可能更早，挺早。可能更早，因为是大四下，就是那个时候我大四下就去上海了嘛，然后所以会比较早了解。那你当时整个保研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然后准备几个月啊？就是我考研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从3月份到11月份。那么从3月到5月，我大概是处于一个比较在逐步进入状态的过程。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英语很重要，然后我本身对英语很感兴趣，并且我的英语实力也还可以，我就在那里看那个词根词缀书，就是我认为可能这个从这种根本性的掌握上能够帮助我记忆单词。哦，我就可能上午花一上午在这儿看那个东西，下午可能就学一学什么数学呀，然后完了专业课啊安排一下，分布一下计划。大概我认为从真正进入状态，并且对最后的笔试的成绩有很大的帮助的，应该是从5月份到11月份，整个会制定计划，英语每天干啥，数学每天干啥，专业课每天干啥。政治的话是到后期背背就完事儿，啊，就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基本上其实是以暑假为开端，就是正式进入一个比较高强度的，其实应该就相当于暑假开始那个，对吧？你说的对，对前期的对，强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你对。你大三暑假肯定就待在学校准备考试，我猜。对，其实就是要我说的话，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比较有趣，因为我觉得沉浸在一个事情之中，并且你在为他努力，你认为你可能会获得一个很好的目标，那种体验还是挺快活的。而且有人跟你一起，就是做什么事儿，有人跟我一起很重要。就我们当时在那个图书馆的老楼，就是新馆旁边儿那个小馆，大概总高就5层楼。然后我们在4楼那一块儿，有我们很多学院的，他们有考本专业的，然后也有别的学院的考研的，那一块儿的整个的氛围都很好，可能当时也是比较幸运，那块儿可能至少有20-30个人在那儿考研，就坐在一团儿。对，我和我室友，我们当时有3个室友一起考研，可能那个时剩候也是。下一个呢？剩下一个室友呢？剩下一个他本来是找工作啊，然后他后来可能认为可能考研更合适他，他在下一年选择了考研，然后就有很亲密的人在你身边，然后他们也挺努力的，就那种精神也会感染你，你们会互相的鼓励。然后还有就是我当时和一个男生坐的对面的同事，因为那个图书馆不是这样的同事嘛，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我现在的爱人，然后他就在写那个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他也是一个很投入、很乖巧、很认真的一个状态，就大家氛围都非常的好，所以哎，所以相当嗯，于你是因为考研准备的时候认识的吗？对对，那还是蛮是的，有趣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是的，蛮有趣的。是的，就是也是比较安静，不会互相打扰，但是会稍微给对方一些类似于朋友层面的一些精神的支持，很少，但是我觉得这种也还挺有意思的。对，对，就我觉得是是，我觉得是，就是当我们想做一件时间周期比较长、嗯，难度也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就是有一些朋友或者是，说其他的人给我们这种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毕竟这个考研本身这个事情别人也不太能帮到你，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现在觉得蛮重要的，这种精神力量我现在觉得蛮重要的。对呀，我觉得很重要。就我就是一个做什么事儿有人陪着就好很多的那个人。对，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以前觉得我不需要，但我现在觉得其实这是人性，我应该也需要，只是我以前忽视了这个东西。可能你的对，意志力支没有没有撑你忽略了这个事情。没有，我觉得就是纯粹的就是傻，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宝贵之处，我觉得纯是这样子。然后关于考研这一段的话，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就是你看你也毕业了或干嘛了，就是你觉得你嗯实现了你当时考研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嗯。一个愿景吗？你觉得实现了吗？
如果你不考研，你的人生轨迹你会觉得会更好，会更差，还是其实没什么分别？就是你觉得它对你的人生到底有多重要？它对我的人生有多重要的话，嗯，那就是看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有什么改变。如果我过去的我沿着我学院那些同学的轨迹，走下去的话，可能最好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是一个三者的对比，对吧？过去的我，然后现在的我，然后这边儿是一个沿着那个轨迹走的我。我认为首先就是，呃。他让我有了现在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如果我和旁边儿那个沿着能源轨迹上升的话，他们可能在从事一些能源领域的工作。我觉得除了可能如果让我待在工厂里，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无聊。除非是涉及到能源的投资领域，这种对能源的战略研究领域，我觉得这种可能会更有意思。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工作大概率会比我那边儿那个选的会整体的舒适度会高一整体这个综合得分会让我更满意，这是工作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认为就是，选择这条路，虽然我目前这个计算机的能力还就真挺差的，没有达到浙大一般人的水平，但是它让我有了基本的素养，我不是一个彻底的门外汉。我如果说以后看一些什么代码，譬如说一个NLP 的或者什么的，就是不会那么怵，这让我有了一种呃底气，虽然没那么厚。然后因为我觉得未来数据分析啊，包括什么的，它是一个类似于以前英语的一个东西，就它是一个很基础的技能，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机器人，你怎么去做 agent 什么的。然后完了，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他让我有了现在的伴侣，就是爱人。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导向，但是这是一个圆的开始。可能除了这三方面，还有更多的，我暂时想到就这三方面。了解，首先嗯我大概理解，就是第一个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做的这个选择给你带来的好处，就是说第一个你是选择的这个职业发展，不管是在物质回报上，还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精神上是否享受你所做的这件事情上，你现在这个嗯。道路可能比你继续做能源可能会让你觉得更满意一些。对，可能对，虽然那方面儿可能有两个就业小点，我认为我会很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大概率可能我不会那么快的进入到那个领域，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领域是比较好的。了解，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相当于说，然后因为你考研，尤其是跨专业考研这件事情，然嗯后能让你去比较好的那个为将来，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数据分析，对吧？这些方嗯向，然后嗯，去那个对，去有了稍微更好的一点儿那个准备。素养吧，我觉对，得让你就是那个更好的素养是，准备，对，就是嗯更好的做了更好的准备。第三个的话，其实第三个我非常认同，就是我嗯回过头来看嗯我在华科的4年，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最有价值。然后我回到过去还是会选华科，还是会重新走一遍这个道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认识的那些人们。有趣的人，对人，然后我最遗憾的事情也是我因为过去的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些人，就是嗯对，但也正因为就是现在有了这种感受，或者有了这种就是错过重要的人的感受，所以我才会意识到说，哎，我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中明白，就更在乎人。就是一个希望，想法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可能如果我想法没有这个变化，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谈话，哈哈哈。不会有。对，叫那陶渊明怎么说？叫什么"知既往之不谏，什么知来者之可追"？怎么说的？有点忘了。勿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大概啊，是这个意思。对了，反正未对对，来的事都是我好的。了解，我了解了。然后这个话题聊了蛮多的，因为求学嘛，这件事情可能也会有其他人感兴趣。然后第二个话题我是想嗯聊，就是关于职业发展，就是嗯你现在在长沙，然后你的那个单位是做金融的，
你具体的岗位名字叫什么？数据分析师？我在一个数据研发组，我在一个数据组。你的岗位，比如说你的岗位，它的名称叫什么呢？嗯，呃，它的因为我们它的这种没有这个招聘，没有一个专门儿的岗位，就是大家组员之间都是。比如说他招人的时候，他总有一个岗位描他述。招的时候叫金融科技岗，但是我认为他并没有给我这个金融科技要做的那么多的很金融的事情。我认为就是这个岗位到实践层面，它可以，它的那个高大上的级别降了几个度吧。对。这是每个岗位，这是每个岗位都是这样子，就是他啊。说跟他实际每天做的事情是两回事，我同意。那你比方说就是你每天具体，比如说每天，对吧？嗯的这些工作时间，具体大概是在做什么呢？做什么是吧？就是做比如说写 什么？SQL 或干嘛诸如此类的。嗯。会有，然后我还要看代码，我要看别人的写的代码，就是我个人会偏向于一个，我手上可能有5、6个系统，然后我是偏整个这个5、6系统一个抓手的管理者的角色，我会要去复核我的这些项目它的一些进度，然后它这次更新它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手上也要掌控。那么我实现起来就是可能要去看 circle 或者看代码，这是一方面对于手头上项目的掌握的情况，另一方面就是对，就是其实就是做的事情就是掌握现在手头上那个项目的进度发展的情况，包括手头上可能会有一些没启动的，或者说就是它项目会有一个阶段嘛，要么你还没启动，完了，要么你启动了正在研发，要么你上线了正在维护，要么你可能跟厂商的合作关系，你需要做一些验收什么的，然后这些环节，我负责的项目的话，大概有5、6个，可能有1、2个都在处于第一个环节和最后一个环节，然后中间的话占了日常的事情，对。所以总结来说，就是你们有若干个系统，然后你要了解，基本上要大概了解每个系统它是做什么的。如果比如说嗯它出嗯了一些问题，或者它要更新嗯。或干嘛，你大概有个感觉说这个问题要从这个地方去处理。对然对后有一点点就是，然后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要跟负责这个具体系统的这些同事会有比对较多的对接，大概是对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是的，是的，对，我要掌控，对，我要掌控目前这个系统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说它即将进行的一次更新，它会将要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有点像运维。对，但是我们这个更新，对，更新上去了，它一般是运维来监测嘛，但是更新之前你得做这种评审啊什么的，然后你得想怎么做一次更新，可能对。其实 OK，我懂你了，就是其实你不是一个更多的，你其实不用太多的写代码，你更多的对，是看做代码评审，做别审核的代码。管理，对对对对对。对，我理解了，我大概有个感觉，嗯我大概有个感觉，的确是有点像运维或者 DevOps 这种感觉在里面。然后完了对对。就是我也说了我的角色偏管理，因为就是我们这边自建的系统比较少，可能大多数都会和厂商合作签合同，然后请他们来帮我们承建。那么就是，所以就意味着我对这个系统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它是怎么实现的。就我会需要在不断的更新过程中了解它是怎么做这玩意儿的，然后就是逐步的掌控，有很多沟通的事情。嗯了解了解，我大概了解你做什么了。你像我现在岗位是 Data Operation Engineer，嗯哼有点像数据工程师，做的事情嗯哼。跟你有一点点像，然是吗？后是有点像，某种意义上我们讲现在算某种意义上的同行。嗯哼。对对。你愿意跟我讲一下？就你不需要写代码吗？我听起来你是 我我 engineer。现我现在的这种岗位不太需要写代码，但是我要看我们的工程团队写的代码，但是而且也啊也主要是以数据相关的代码，它不是说我写一个软件程序，它可能是写，比如说我客户要从这个 data lake 里面
去做一个 report，这个 report 是跟他的这种商业需求是相关的。然后你这个对吧？你对这个数据的，比如说加载，然后 transform，就是 ETL 这些东西嘛。然后你最后把它 visualize 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有那个工程团队，然后我这个岗位就是需要和我们的客户沟通，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完了以后要知道大概，比如说怎么去实现这个 project，然后再去分配到具体的工程师说，哎，我们这个你可能要做这个事情。我听明白了。对，然后为什么说跟你有点相似？是因为他们做完了以后，我需要去 review，我需要 approve，我 approve 完了以后，我拿这个东西去给我们的客户看，你看这个 OK 吗？我听明白了。有点像，只不过说你是甲方，我现在公司是乙方。我觉得有点像，因为你有是点像。他，如果一个事情一个项目成功，它涉及到3个人的话，你是中间的那个人。对，因为比如说你像那个客户，你说哎，我们的单位需要这样的一个系统，完了以后你刚刚提到你们很多系统是承包商做的嘛，那承包商会有一个人跟你对接，但跟你对接的这个人往往不是做这个系统的人，他背后有一个 team 在 support 他。对，我就有点像跟你去沟通的这个人，有点对，就是不是有点像。我听懂了，我明白了，那其实你要掌握一些关于业务的知识，对吧？对，因为我要对你的业务要有一定了解。我觉得你是蛮像站在 TPM 的，蛮像 TPM 的 Technical Product Manager 或者 Project Manager，它其实不是一个 product，更像 Project Manager。对。明白，项目经理这种。对，技术项目经理，这是对甲方来讲。然后，但是对类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engineer，只是你自己有点像一个小的 project lead 这种感觉。明白了，对吧？对，我懂了，我已经把你按到我们现场上的某些这个lead身上了。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这种合作模式是很相似的，肯定你能在你日常接触的人里面找到。对，你在我的角色就是我们那个客户的那个角色。已经开始度假了，就是周五的时候跟他 meeting 的时候，我已经能感觉到他已经准备好过一个圣诞假期了，就是你就是在那个位置。所以你要过圣诞了是吧？他们要过圣诞了，我们下周一还是继续上班，只是在圣诞那2天。然后言归正传，然后就是长沙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比如说我当时就是我毕业的时候，当然我首先是想去升 PhD，然后因为那个嘛，因为20年所以没有办法读。然后比如说我在考虑城市的，我考虑到了上海，考虑到了广州，对吧？深圳这些，我不太会考虑到长沙。就是你觉得你来这边已经待了3年了，你觉得做你这一行在长沙的整个发展前景或者感觉是什么样子？我不是特别了解长沙这个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或者做互联网从业者的一个感觉。它其实还是比较，因为长沙本身它是一个中部内陆城市，我认为它的发展前景远远跟不上那些北上广深。当然我也就是没有因此而对自己就产生负面情绪。我认为它整体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然后在这边的一些公司没那么的冲劲，没那么迅猛，也表现在行业内可能整体行业内表现的不是那么优秀，整体它还是一个比较偏温和，不算我认为它的这个产业不算很庞大，然后我没有感受到它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那长沙，比如说像做互联网就是这一块的这个方向的公司，有哪些比较本地的长沙的企业有哪些做的比较好的吗？就是或者说特别知名的？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好像知道58同城是不是啊？然后好像，等一下，OK，谢谢，我熬的金桔水好了。对你那个嗓子，的确，我认为还是要保护一下。我同意。然后我不能列举出来就是排名靠前的公司，因为我很久没有关注这个事情了。
也对，是，因为也是一般像只有我们在那个换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才会突然开始关注这个东西，哎呀，就是完我就全理解。对你说的对，没有这对个目的啊，所以对，我就没我理解，我理解。啊，那 OK，那就是比如说对你来讲的话，那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做互联网这个行业的话，长沙不是一个发展特别迅猛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你对嗯你一个更长远的职业发展规划来想的话，比如说5年、嗯10年，嗯10年以后的未来我们谁都看不见，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比如说10年这样子，你有一个大概的嗯。想法，比如说你想继续做金融这个方向，或者说你想在你们这种现在这种系统里面想做到一个，比如说这种，比如说 lead 的角度，或者嗯，一个 manager 的角度，就是你有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倾向吗？倾向的话，我认为我应该在这个岗位上应该还会坚持一段时间。说坚持的话，好像显得我不是那么愿意，但是又会努力的那种，就带了一点儿点儿那种负面的感觉。反我对目前自己的状态还是比较满意，那么我也会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至少几年。我不认为我几年之后我的工作会在哪个城市，会在哪个岗位，会在什么公司，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但是让我觉得想起来非常的累，我觉得也想不了那么远。就以我个人，我就想先增强一下我的实力，然后可能大方向未来还会在这个领域做，是这样。呃，我可能我这个问题没有问好，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比方说，假设我们一个同学他是做这个 SDE Software 嗯 Developer Engineer 这个岗，嗯哼。他那个他可能会说他的一个职业发展规划是我从 SDE One 到 SDE Two，然后我到 Senior SDE，我到 Principal SDE，再到比如说 Project Lead 这种。哦，我听明白了，大概哦，对你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话题，但是我没有回答。首先我就大概回答了我宏观上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没有固定的选择偏向或者是偏好，但是我会就是先掌握，就是先充实自己的能力。那么关于这个路径上面。我认为在我们公司内部上升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心里会有想我要足够努力，然后往上升，因为我也有物质的欲望，就是我会给自己某些时候会设一些这样的憧憬或者说期待，或者说要求，也不能说要求，就我觉得可能是期待，但是我我不认为说我必须要做到这个事情啊，我理解了。就是啊就相对而言，就是你有一个大概的啊，抽象的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你想要对。去的那个方向。就譬如但是，说我在路对，上走，我在高速上走，我可能就要去那个方向。但是万一我要没去，我现在的路线是那个方向，我要没去，我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觉得自己不太行怎么样，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其实一个比较灵活的这种目标，有时候可能会让自己更心态上更自然一点。当我们的对，执念太强了，就是我一定要得到某个东西，它会扭曲对，它会啊，扭曲，你说的没错，然就是后会你做的带来很事情都会扭曲，我觉得你整个人会扭曲。用力太猛了，就是可能。对对，有些事情它本来可能可以做的没有那么僵硬呆板，你会因为你必须要实现一个目标，然后我会因为我要实现一个目标，然后我的心就特别的窄，我就思路没那么的开放，因为我这个过往经历就是这样，所以我不能太压自己，不能给自己定太死的嗯，目标。这个我深有感触，我深有感触。我以前本科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如嗯，果我不先博士毕业，我就坚决不结婚。然哦，后呢，是吗？其实是我本科时候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无，然后我现在呢，其实根本就没有去读博士，至少现在我没有读博，就是
你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执念的东西，你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跨度来讲，有时候就像一个笑话，就是那个执着的东西，对啊，对。然后你但因为你你还挺有执着那个，意思的。那你执着那个虚拟的空中楼阁，会让你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会做一些不可理喻的、哎，愚我觉蠢、得可以用不荒可理谬的事，喻这个词。对对对对对，对，荒谬、愚蠢这样的东西。当然这是他他会别的话题。挤压你这个人。啊对对对，它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没有任何的，不像个人，更像个机器。就是你没有弹设定的一个性了。机器，对你设定一个机器，对吧？然后让它做一个事情，发生什么，它都反复机械的在做那个事情，那就是机器嘛，你说对吧？的对。对，我对，觉得有了灵性，人会好很多。就是人应该有灵性，不然不然的话，不，甚至你养一只猫，你养一只狗，它都有灵性。是我嗯，们在人为后天的给自己给自己，外界给自己加入了很多让我们失去灵性的东西。但是我也很理解，如果一个人他表现的没有灵性，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已经做了，他认为就结合他的过往经历，包括他的思想的这个深广度，他已经做了他认为最好的事情了啊。然后可能他也有物质的那种，物质的那种被迫的需求，他必须要吃饭，必须要服房租，然后他表现的没有灵性，我也非常的理解啊。是我同意，嗯我同意你讲的，就是那个环境的问题。嗯，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不把它绕开了吧。然后可以。最后就是回到这个就是职业发展这个事情上来讲，就是哎，你现在做的事情跟 ALP 有关系吗？没有。一点儿都没有。不诶，过我也不后悔，我觉得还好。我之前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然后我做的方向是那个区块链，然嗯后来西雅图读书，我做的方向是 computer graphics 计算机图嗯形学，然后嗯我的工作经历跟这个没有相关，然后我理解就是你觉得啊，就是嗯你做的东西跟你曾经花了比如说2年3年去研究的，对吧？包括可能你写论文做的这些东西完全不相干，你觉得有什么感觉？觉得会是浪费干嘛？浪费时间？包括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情感上都会有这种自我怀疑。哎，你干嘛了？啊，这你样你你懂那子是吧？种感觉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我明白，我明白。嗯，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我认为时间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就是也结合我自身的感受，就是我来长沙一共3年，然后应该前2年可能心情上都不是那么的活泼，就是认为可能以前做的事情都那个啥了。然后以前的环境都相当于都没有了，然后要重新适应，包括可能薪资那些都和呃就是如果是之前能源这儿有一个分叉点的话，现在计算机这儿有一个分叉点，那么我去嗯，了这里，然后别人去了那里，就是我懂可能和这条路上的人。你跟你同学对对比你们的薪资对这个东西，对。对对，可能前2年真的不是那么的开心，但是就是因为我不开心，所以我认识到我必须要改变，所以就更积极的对待现在自己的选择。目前我是一个比较满意，整体内心是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所以就是大概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在前2年可能和你想的一样，但是现在已经第3年，包括这个第3年也要结束了。我的境况是我认为是比较满意的，就我不会去惋惜那些事情。我认为就是NLP 它确实很厉害，然后完了呢，嗯，就是我没做它，我不遗憾。那么 NLP 很厉害，我现在就是记你的知识还足以让我去看现在一些他们的研究领域大概在做什么，就我能够理解啊。然后呢，就是大概就是说，他现在可能没用在对我的实际生活，但是他提供给我的素养还是对我有帮助。然后完了就是过去对现在，然后现在我做的这个职业它也有新的意义，所以就整个都是不太后悔的一个状态。了解了解，我觉嗯得这个对我启发意义很大。嗯，嗯对，因为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
你这2年大概是怎么让自己逐渐去在心态上调整过来？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对少部分非常幸运的同学，他在很嗯早的早期，可能早在读大学之前就已嗯经知道，哎，我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就想干这个干一辈嗯，子。明白但是很多同学，包括我，然明白。后也不完全说，哎，我到底想干嘛，你知道吧？就是可能会我非走一些常懂，因为所谓的，我就对就不知道自己喜欢啥对，那种人。就是，然后这个过程中，你有时候回过头来看，你现在跟3年之前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嗯或者跟5年之前做的完全不一样，你会有种自我怀疑，哎，我在干嘛？就是你是怎么去克服，尤其是你刚刚提到前2年，你是怎么克服在这种心理上的有种浪费、走弯啊路或者无意啊义的感觉的？呃，我觉得可能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足够痛苦让我去改变，然后我就是你难受到一定程度的话，你真的会扛不住，真的会就弹起来，然后你就会有一些触底反就是弹是吗？啊，我认为可能没到底，但是你难受到一种程度，你就会想去改变，只是你难受没那么狠。然后第二个就是，嗯，就是我也会，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职场的那个，就是有一些职场的书。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远见》，我不是看的，我是听播客听的。他就是说你应该在职场里面干嘛干嘛干嘛，大概就是，嗯，你刚进入职场，你就应该好好工作。那么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既然已经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也不讨厌不排斥，那我就应该好好工作，增强自己的实力，就是面向现实，面向未来啊。除非你再想办法回到过去，要不然你只能根据现实做最优的选择。就还是一种就是让自己放下对过去那些沉没成本的一个执念，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你有执念的话，你可以放下。就是因为你面对这个执念，你必须干点什么，要么你回去，要么你去因为对，因为这种执念就是，比方你想啊，我本科4年学了这么多跟能源相关的专业课，然后我把它放嗯弃了，多可惜啊！我研究生3年学这么多跟 NLP 相关的课，然后我把它放弃了，多可惜！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指的就是这种对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的一种执念。就人哦，是在对我认为就是我本身这个人是可能以前是很有执念的一个人，就是我这对，人就是我知道，很容易钻牛角尖儿，然后很容易我也是，这点往一个很大。方向就是想死想活那种人。可能是因为实在太累了，所以我相信你肯定会改变的，因为这种情况累到一定程度，你就会改变，你就会平淡一点，就像水一样平淡一点。这是第一个，就是然后我想了一下，就是。在我的过程中，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华科的，然后他当时在读哲学的博士，然后当时我好像是读能源的，然后那个算是一个学长吧，也算是一个大哥哥，然后他整个人表现的那种状态很平静，然后我就没有和这个人产生很深的连接，但是他的经历就是我一直记在心里，他就说他以前读的是计算机的本硕。然后后来去读了考博士，考了哲学的博士。你知道华科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哲学老师，在中国的哲学领域啊，叫什么什么小华，我忘记那个老师的姓名了。然后他就我有印象，我有印啊，象。他就以很优秀的成绩考到那个老师的办公室工作室，然后就很认真的学习。虽然他可能放弃了高薪的工作，他整个人的物质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他就挺开心的，就觉得人很充实。我觉得那个人的经历对我整个人的形象的塑造是加了那么一点儿小碎片进去的。我觉得他的这个经历我一直记在脑海里面，所以就是想说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可能过期的事情没有那么不好抛弃，只要你足够喜欢现在的事情，或者说你认为你应该认真对待现在的事情，虽然没那么喜爱，你就还是好好拥抱一下现在，嗯。嗯，我同意。你或者你可以把这种执念内化为一种更加积极的想法，譬如说，哎，
我学那个计算机图形学，我现在看某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学了没白学，就这种感觉啊，对对，就是佛家里面有一句话叫“功布唐捐”，就是你所做的啊，每一件事情，它都不会白白的浪费掉。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很简单，对吧？然嗯后，嗯但是把它真正的变成自己的一种人生信仰，就是嗯我们发自内心的相信这一点，我嗯，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有个点难。挺有点难的事情，我觉啊，我得明白，是需就要一些。践行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你，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拥抱现在吧。你对现在足够的嗯珍惜，然后你过去的那些这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没那么的后悔啊什么的。对，就是还是就是回到我们可能在甚至在高中时代写作文就已经提到的很多的珍惜当下这个主题，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它最后的道理很简单，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知道或者接触过，只是需要用很漫长的时间、很漫长的精力去真的悟到那一点，或者把那个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东西。其实说到底就是珍惜当下，因为对，对，因为你要找点儿过去。现在你觉得满意的点。你可以列举一些，你觉得现在的生活你足够满意，并且未来足够值得你憧憬。对，而且我是。认为就是，哦，我刚刚想到了一个点，然后完了呢，咻的一下过去了，然后后来我现在又复想的，就是你在从图形学然后转到咱们这个数据领域是吧？你当时应该是花费了很多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思考，包括是否可能会有一些纠结的成分，然后确定了这个事情，对吧？我主要是找了工作，刚好是在这个领域先找就是到了工作。你做这个决定，你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你是付出了努力、时间和智慧，对吧？你是结合你当下最优的情况，那么你的这个选择就是你那个时候最好的选择。你要相信你自己，对吧？啊，我你懂你的意思，得你得足够的拥抱过去的你自己，就是觉得，我已我懂你的意思，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还挺不错的。我懂你的意思。其实嗯，就是宽容过去的自己嘛。然后人有我觉时候会得是这样。苛责过去自己对做的事情，对，对对对。觉得以前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正因为不原谅自己做的错误，所以就翻不过去。我就想到了那个，就是我最近听播客的时候，我就很有意思，就有一个人说他去那个心理咨询室，然后完了呢，他就每次特别容易被感动，他就举了一个例子，那个心理咨询师就让他描绘了一个场景，那个场景特别的舒服，可能有阳光啊，有小河流水什么的，然后。那个过去的受到伤害的他，他现在就站在河对岸，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俩就认识了，可能十几年前的小孩儿的他，然后他们就面对面的谈话，就建立了一种连接，然后可能就是嗯安慰了过去的自己，然后让那个小孩儿得到了一些关爱啊什么的。虽然是两个人，但是其实是自己，然后你就变相的你原谅了你自己，对，或者说有有点，你我你你，我有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 有点 get 到你一个点的，就是有点嗯像，对吧？周杰伦那个歌，就是他那嗯。个 MV 里面，对吧？他坐在他那个小朋友，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没将来你看过这个 会，MV 啊，对，就是那个，对对，反正就是没关系。然后我觉得你得具那个，象化，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具象化有种很神奇的力量。嗯嗯对，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你看到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浪漫的场景，你就觉得，比如说吃冰淇淋这件事情，或某个特定的事情，它是一个浪漫的一个承载，是因为创作者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但是对你来讲，在你的实际体验里面，它不一定是嗯吃冰淇淋，它可能是别的什么事情，嗯，对就是对，对。嗯然后那个聊最后一个话题，然后聊完了，到时候嗯，你可以去吃饭的。哎，还好还好，我没听到厨房有什么动静儿，他他行他他会问我的，行行，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
就是感情话题，因为我们刚才聊的就是求学、职业发展，然后感情。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其实这3个事情相当于是可能我们和我们周围的朋友，基本上大家都会经历或者即将经历的，对吧？嗯然后嗯感情问题的话，然后这是一个然后我想具体一点，就是关于选择，因为你当时3年之前研究生毕业。然后嗯你来长沙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当时的男朋友，对吧？嗯，对，对吧？你说的对。你当时是一个很难做的选择嘛？就是你当时，我设想，我站在你的那个角度，它这嗯。个感觉上是一个会比较艰难的选择。你当时有很大的矛盾、挣扎诸如此类的东西。首先就是我要跟你说，我有点忘了我3年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没事，没事，心路历程了。然后昨没事，天我也问了一下我没事，家人，然没事。后大概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选择它本身不是很困难，但是它阻挠很多，就是比方说，你不会想说，哎，我在杭州，或者嗯。说你当时有拿过别的公司的一些 offer 吗？大概如果从工作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实习就比较的草率，然后也做的不是特别的认真。呃，我在微软做了2个月的那种偏研究型的实习，然后那个老师非常好，但是嗯，微软就是这个上海，微软北京。我是做的远程的，当时那个老师也哦，对，当时疫情，然后就是我没有足够扎实的这个实习经历，并且我在实习的时候也因为我面了那个微软百度的NLP，然后那个团队把我接纳了，但是他给了我1个星期的试用期，我觉得很辛苦很累，我就放弃了，就是这两个事情。多长啊？那个试用期多长啊？它大概是一个适应期吧，可能是一个适应期，不是试用期哇，啊对，就那1个星期，我觉得我的能力太差了，我就放弃了。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想证明我自我认知觉得可能我没那么适合大厂，以至于我在结束了微软的实习之后，虽然我这个实习也过得挺好的，啊，我就没投大厂，我就没怎么投大厂的正式的工作。啊，这是角色没那么难做的一部分，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大厂的诱惑啊。那你当时就是，如果撇开感情这个因素来讲嗯的话，你当嗯，时会积极的投大厂。应该会吧。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可能就是投大厂吧，因为大家都在投大厂啊。然后我理解，其实你当时的心态更像第一，你没有那么一个基于你自身的那个，比如说实习体验或者那嗯，个适应期的体验，认知，然后你对大厂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向往，然后又嗯刚好对你来讲，去了大厂反而要有异地的问题，对吧？就是加起啊来就导致你对申请大厂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没有缺乏强烈的动力。你说的对对对，就是包括我实际上也确实没怎么申请大厂的职位。了解了解，啊那的确，那你这个例子还比较特殊，因为我知道了一些例子，嗯就是那种例子往往是已经有 offer 的例子。然后手上有五花八门的都很漂亮的 offer，然后就选选哪个，我就一开始就没有。你不叫一开始就没有，你是在投的那个环节就就就就没有去就就努力。就没有对，就没有那种强烈的动力，可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就觉得去长沙也挺好的。对，我认对对。为可能是当时是这样，是的，你说的对没错。对对，因为你当时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用"恋爱脑"这个词打引号啊，这个啊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尤其是我来这边以后，发现就很多这种嗯同学有异国，嗯他的那个场景可能会比你这个场景要更复杂一些。嗯，我觉得异国太困难了，我天，我跟咱们俩普通朋友聊天都得对时间线对半天，我就想不到异国恋爱了要咋整，我真的觉得我非太常厉害了。我非常佩服我那些异国能够坚持住的
朋友同学，我也我非常很佩服，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对。柏拉图式的恋爱，然后还得这精神上一直长久的有连接，太厉害了。我觉得还是很佩服的。然嗯后，就是那比方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像这种同学的情况里面，他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的情况是相当于我在申请 offer 的时候，我就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但我对对，刚才讲那种异国的同学，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他可能在美国，比如说他嗯在读博士，嗯另外一个人可能在国内读书，嗯嗯这个的话，他不是说嗯啊，我去也行，我在国内也行，他不是这样子，他是已经有一个明确的 offer，他就是要来读嗯书的。嗯嗯，这种对，比如说你说，你，如果你是其中一方，你是那个在国内的那一方，或者你是来，比如说另外一个国家的那一方，你觉得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会做这样一个选择呢？嗯。我可能会做到这样一个选择，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畏难的人，就是我认为这个挑战还挺有意思，还挺考验感情。就是首先我可能会答应我们之间允下的这个承诺，咱们异国一段时间，后面咱们永远在一起。我首先这个决定我应该会下，然后完了呢。嗯，当然，我觉得就得有一些行动来保障这个体验，没那么糟糕。我觉得肯定得两个人得飞一下什么的，这还是得见面，然后要么就是周末，然后疯狂打电话那种。对，我是一个很需要情感支撑的人，并且需要那种陪伴的人，我们不能几天就不说话，那受不了。对。那你当时在浙大读研究生3年，应该算是异地吧？啊，我们就是大概每个月都会见面，我们每个月都会见面。就每个月就是比如说你来长沙，或者他去那个对去对杭州，对，我觉得很需要这种行动上的这这样子约定。持续了3年，对吧？就是这样子异地可能最开始没有那么的，频繁，嗯，对，没有那么的固定，后面的话基本上会这样。对，就是这样子会觉得累吗？还好哎，可能他跑的多一点，可能他跑的多一点。了解。那你比如说有跟你老嗯公聊过，就是他比如说定期的嗯。跑，会觉得累吗？就是聊这个东西，就是会吗？我觉得可能要看个人对于出差的这种忍受度吧，因为这其实本质上，不，也不是出差，就是通行的一个忍受度啊，对，因为你大概就是。想花在通勤上，坐高铁也得几个小时吧。对对对，他那个时候，哦哦，他后面然后就工作了嘛，就是他写完博士论文，就是这3年他大概有一个身份的转变，他就工作了，可能，嗯，他来到了浙江，就是见面了之后，他也会工作，就我们俩很有可能在一起工作，就是整体上对时间的那种浪费的感知没有那么强烈理解你的啊，意思了。所以可能就是来回一天，就我认为可能他也可以忍受，对。了解了解，就嗯，是，所以相当于就是维持异地的恋情这件事情来讲，需要，对，需要就行动。是还是需要又做出很多的那个，然后相当于你们没有线下见面的时候，1个月的其他时间就主要是靠视频这样子，对对对，他可能会发消息。就基本其实上是相当于每天打电话，每天发消息这种。我不确定这个打电话的频率有多少，但是肯定不会一天到晚就没个信儿了。我觉得再忙人他也会有信儿的。我最近看那个韩剧，人家可是总统发言人了，人家也会抽空给人家的老婆那个发消息的。所以你不要相信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忙了一整天的没个事儿，他只要看手机他就有时间，我同意，一我秒钟现在我现在我现啊。在认同这个点。然后，嗯以前我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爱情还是跟友情不一样。你啊的你的密友，你1年不给他打电话，你的好朋友嗯。都没有关系。但是感情不能这样子，感情你1年都不打电话，这个肯哎，其实定是我不太认为
友情一年不打电话，他真的不会少点什么吗？我个人的认为是什么情，它都是需要这种互动去维持的，包括亲情。是啊，是。可能男之间的友情有点儿这个比较的强大。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些朋友，或者我那个某些特定的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对我可能包容度比较高。然啊，后对，对，就是有可能。对，所以还是不是这样是对的，我觉得这是我从就是你的分享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记得我嗯以前嗯读到那个读到，就是我以前读总理的传记。美啊国的一个总理的传记，然后嗯那个他那个时候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嘛，然后那个时嗯候，然后刚那个很多事情，然后他很忙，然嗯后有一天北京嗯下雪了，然啊，后然后他可能是清早，可能是刚起床或者刚工作完，然后看到外面下雪了干嘛，然后他去把那个他叫警务员去把他的把那个妻子嗯，叫过来。然后他妻子就说：“哎，那个有什么事情？”然后他说那个下雪想学。了。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雪。我当时听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故事，我现在这个故事就是我这个故事看到很久之前的，就是因为我有读他的传记时候可能看到的，但是越往后就是对这个故事的感受越强，就是啊，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约一个人，对嗯吧？他他他嗯他花时间陪我一起聊嗯天或一起吃顿饭，嗯他本质上是这个人对我们爱的一种体现。我爱这个人，我才愿意在这嗯个世界上花时间。同样的，就是我刚刚讲，这是一个泛化意义上的爱，嗯，不明白。是局限于男女之爱的嗯，这种这明白。种这种这种。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异地这个事情的确，我觉得异地可能就是还是就是，比方说一方不给另外一方打电话，一方不去另外一方所在的嗯，呃城市。这个城市或者国家，我觉得嗯是这个人的问题，不是异地的错。我现在慢慢的看，当然异地是客观上很多困难，但是我哦，现在是这个人的问题。我这个人明白了。这个人就算是总理，他都有时间，更何况我们远远不会有总理那么忙。我听明白你的意思啊，就只要有情感在，他总是会有一些表现啊，或大或小的行动。对，是这个意思，对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那个的点。那比方嗯说，你当时考研嗯的时候，你开始这段恋情之前，你会想到说，哎，如果我现在和这个人在一起，我就会异地。你当时会有这个担忧吗？会因为这种嗯，担忧而会有一些犹豫吗？就是嗯。我没有这个担忧。首先就是我想了一下，我面临的现实处境，可能应该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是异地的，因为不保证那个人他就能在浙江找到工作，对吧？啊，嗯，对。对啊，所以我认为我当时应该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不排斥异地。对。所以相当于说，你在开始这段感情之前，就已经知道他可能是异地，但你还是选择了开始。嗯。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在身边，异地并不是一个很稀有的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对于异地这个事情，嗯认为它很不平凡。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说，比方说两个人在一嗯起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异地，异地是后面发生的变动。比如说，对吧？比如说两个人，比如说嗯假设大二就在一起了，那他嗯们本科毕业要异地或者甚至异国，这嗯都是2年以后的事情了，他的嗯，那种感觉就不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我不太明白，你能说一下你大概想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就比方说，假设两个人他们在大二，他们建立了恋爱关系，然后嗯其中可能一方他会要出国，那他嗯，其实不是一个迫在眉睫，就给人的我懂了，感觉好像是就是很久以后，2年好像好久好久以后，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哎，我2个月以后我就要出国了，我还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大概就是想说，如果分开不是那么急迫的一件事情，那么在短时间内我们还可以在一起，还可以加深感情，所以分开它不是一个很困难，会让感情马上变化的一个事情。你是这个意思对吗？对，就哦，好比举个例子，好比说，哎，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或者说我这个我即将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城市，或者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国家，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嗯哼，我不知道你在那种视角之下会怎么样，对我的那个视角之下，我可能就会选择放嗯，弃，啊，我我就会听明白了，选择我可能会选择说，甚至都不要开始，这样子对大家都好，这是我听明白。可能会有的一个思维定式，所以我想跟你聊一下，你会怎么嗯。想这个事情？首先就是我忽略了你说，就是可能在前几分钟你说的时候，我忽略了你刚刚就我没有 get，我没有抓到你现在提出一个点，就是永远都不回来了。我没不是永远都不回来，就是说你可能不啊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明白了，嗯嗯，我大概很长一段时间内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可能可能没在这个恋爱领域这么突出，但是我整个人对于这个事情的发生，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大概是顾城的那首诗，是不是啊？就是就是如果它发生，它发生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效果，那就让它不要发生，对吧？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会担忧他事情不会那么的顺利，那这个事情咱们就如果有风险，而且可能会很大，咱们就不发生。我以前很是一个这样的人，可能你不是。不，然后我也是，我也啊，是，我也是。对，就是如果有很大风险，我可能无法下车。然后这第一个，所以我很理解你。然后第二个，可能在感情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表现的不一样，因为我又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特质，就是我比较依赖于感情，所以我可能会相信它的力量或者作用，或者说它能战胜什么事情，就是我会相信它这个方面，我努力，说不定有点儿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完了，我跟你的想法，嗯。就是，呃，就我也是，可能我还没有形成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我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想大概怎么想，然后我也经历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大二的时候我还是挺想出国的，好像大一大二的时候，那时候我谈了一个对象，然后那时候他就也没深谈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还是谈着，万一要出国了就也没敢深谈，然后因为后面呢。那个时候年龄小嘛，等一下好不好？啊，我开是要吃始吃饭了，饭的是吗？我家人已啊，经炒好菜了，我大概给行你讲一下，大概拖行行堂个5到10分钟。然后，行，但是呢，后来我要考研了，然后完了呢，就是那对象，然后我要考研，就是前面那对象我考研了，然后他保研了，两个人就铁定不在一个城市，因为他保研也定好，我也考研也定好，然后他就觉得要分手了，然后我就很鄙视这样的人啊，所以我 get 到那个点了。啊，就是我做错选择，就是我认为这个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觉得你要不去试试呗，万一呢？我觉得我 get 到你说的那个点了，我 get 到你说的那个点了。然后在那个故事里面，然后其中一方就因为这个答案揭晓，一开始就失去了坚持的啊动力，觉得啊肯定坚持不下来，因为啊异地就是3年，至少啊3年，对啊吧？后面能不能啊在一个城市工作还不好讲。但是啊！你当时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对方不够坚定，你其实是根本不觉得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对，我记得很清楚，我觉得这还好吧，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我觉得说不定真没那么难，你试试呗，万一呢？你快活几天就快活几天，快乐几天就快乐几天，是吧？你都能够找这么多人聊天儿，我大概你每周大概花1天的时间，前前后后，你就对吧？你都这么厉害了，你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呃，这个事情，首先啊，
针对你刚刚对我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感情这个本身它是看缘分，这个再说。但是我觉得我从你分享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最强烈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聊到那个事情，最重要的还是我跟这个人之间的情感，可能比别的事情更重要。这个不光是说爱情，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在聊爱情，说异地异国怎么坚持，但是反性的核心点是我这个人，或者说或者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男生一开始就放弃那个男生，他对这份感情有没有那么坚定？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从你分享的故事里面得到一个最强的启发。我觉得你刚刚说更重要，我觉得事情它是可以并列的，他没有说你做那事儿就不能干这事儿了，不是所有的事。是，你说的没错，对，我同意。他不应该，他不是一个就是是非的问题，是又是，不是又不是，它是一个可以共存的一个话题。这两个东西。不过可能就是如果要是我选择工作的话，可能这就是一个是非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考虑到学业的话，异地的话，这种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非要。但是工作，如果我们还是把它能够更宽容的看这个事情，工作了也可以换工作，对吧？那也有道理。读研究生读3年，他工作你可能不到3年你就换工作了。好比说我对吧？好比我现在跟这个人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但因为我有了工作经历，我跳槽可能比我应届毕业生找工作可能更容易。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反而可能更容易。那说明你这个思维也很那个流动，也很不僵化，我觉得也很好。对，是因为你还有其他这些同学，用你们很多的亲身的故事让我看到了，就是我才产生了这样子一个，就像你讲的，如果你不是一个触底了，或者说很那个的状态，你就很难反弹。像我们这样子，你刚刚讲的钻牛角尖的人，我以前可能就像开车，他有一个视野盲区，就没看到，就根本没有意识到，哎，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你跟不同的人聊天，肯定会有很多你暂时的走进了那个人的过往的经历里面，然后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你肯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肯定会变得更加的丰满丰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人跟人的关系，对，我们差不多就结束了。就是对我就觉得友情啊、爱情啊、亲情啊这些东西，我现在慢慢的再去学习，这个东西应该是比别的东西至少是并存吧。我们不说哪个更重要了，但我觉得至少是并存吧，对吧？我觉得是可以并存的，对。对你还有包括我其他一些同学，你们周末干嘛不好？吃饭、睡觉、陪伴你、游戏、看剧，就是没有。其实跟你聊天很有用。首先，昨天的聊天，我更加认识我自己，最起码今天的聊天，我对于我的以往的经历有了一个回顾和总结，并且我可能还跟我先生，然后聊了一些我们当时是怎么面对这个事情的，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更加了解对方，就我觉得对我自己也非常有帮助。所以你不用感到我是在给你什么，其实你也变相的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什么的这些。对，对，我很高兴你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种情感，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对，是的，很有意思，而且也是值得珍惜。对，然后行啊，然后那个对，今天聊了这么多的那个话题，然后那个对，然后你那个行，对，可以，咱们抽空再聊。行，那你去吃饭吧。好，今天先到这里吧。好，拜拜。